昨天美股迎来了大涨，比特币也跟着涨，顺势突破了关键位置。接下来盘面该怎么走？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周一的视频当中，我们说到周线级别出现了一个阴包阳，但是由于 MACD 和 RSI 仍然是底背离的状态，大概率还是会进行一个横向的整理。我们来到今天的盘面上，昨天是收了一根阳线，伴随量能的轻微放大，但这个放大呢，仍然没有超过之前的阴线的量能。而且这样一个反弹，目前来到了最艰难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筹码分布图，目前来到 POC 筹码量最大的这一个位置。那这是一个重点的压力位，大量的套牢盘在这里积累。那不仅如此，在震荡下行的平行通道中这个反弹呢也是刚好触碰到了通道的，就是上边缘。那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并且目前持续在这一带呢去进行震荡。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就前几周呢，它其实是有遵循高点逐渐抬高，然后低点呢也在逐渐提高，非常规律的震荡上行。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是相反过来镜像那回踩之后反弹，再回踩再反弹。所以就是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那前一次的话大概是有4波左右，它有4个高点，大家简单关注一下就好。那比如说它还没有去收回到64000的话，创出更高的高点，终结这一笔下跌前的话，那目前它有3波。那如果再往下踩一下，首先关注的就是61000左右的中间点位。比特币目前比较像是流动性非常差，市场也没有任何交易量，那只剩下量化交易跟做市商的机械式来回行情。所以在这里呢，没有必要去进行频繁交易那我们也多次提到过，如果有触碰到68000这一个短期持有者的成本线，那到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笔短空的机会。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保持耐心去等待一个抄底的时机就可以了。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方向，就这个位置上去磨自己的本金我们来直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比特币卖方的衰竭数据图。简单来说，这个数值越低的时候呢，就代表卖方一个抛售力量，或者说手上还有币，并且想要卖出的人呢是越来越少了。那当然，所谓的熊市末期就是卖方力量衰竭，该卖的都已经卖了，然后需求又再次大过供应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在今年2月初就已经跌到6万，那现在半年过去了，怎么还在6万这个附近呢？尤其是最近这1-2个月的震荡，明明看起来很弱，但是它就一直没有去跌穿6万的附近。除了目前上下买卖一个需求比是非常悬殊，我们查阅相关数据也可以看到，很多人抄底选择在下方大区域存在大量的买单，也就是6万下方。那卖方的力量的话已经是逐渐衰竭，现在来到这个水平，基本上是跟上一轮熊市的话尾声差不多，甚至它还提早了40天左右就来到这个水平。为什么这么说呢？22年的大熊市，它第一次来到这附近的时候呢，比特币差不多在18000美金左右。那接下来大家都应该知道 FTX 崩盘，那发生了黑天鹅的事件，随后呢，卖方力量再次飙升，但是其实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它就再次衰竭，然后就是大家知道的极致冷清的抄底区了。那现在的话，本轮熊市已经来到和卖方一样衰竭的水平。那至于还有没有像22年那样足够大的黑天鹅事件，能够让它短时间去飙升，这个的确还很难说。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本轮黑天鹅最大概率不就是微策略这家公司吗？果不其然微策略的话，在上次买了3600多颗比特币之后呢，昨天公布卖了1600多颗，但这2次其实市场都有在知道这个消息，比特币呢反而没有进行下跌，还有在微微上涨的迹象。同时资金流也有一些信号的转折，我们来看一下数据这个是比特币长期持有者和短期持有者供应量变化数据图，观察一下绿线，绿线的话就是长期持有者，他们的供应量停止了增长，并且开始放缓，掉头向下。绿线开始下滑，说明长期持有者可能要拉高出货。2017年牛市的时候呢，那也就是第3和第4个红色箭头，可以看到绿线在第3个箭头，也就是16年年底停止了增长，随后就随着绿线的走低，价格开启了从1万到2万的超级大的主升浪。20年到21年呢也是一样，这是第5和第6个红色的箭头。我们可以看到20年减半之后呢，这个绿线就开始触顶下滑，主力抛售的同时呢，可以看到黄线就是小金鱼开始疯狂购入，预见下滑的同时呢，可以看到橙线就是短期持有者疯狂入场。那这样的情况呢，推动了这一波暴涨，直接拉到了6万9这一个高点。那现在呢，到不到这个时候，通过这个绿线呢，暂时还没有看到，它只是上涨放缓，并没有让绿线走平或者是下降。所以呢，拐点可能就是在这附近。包括比特币现货 ETF 在昨日也实现了净流入，然后$2.11，12只 ETF 的话无一净流出感觉好像流动性收紧的阴霾呢可能会消散，但是别高兴得太早，因为就业数据马上就要出来了。如果出来的结果很不错，其实还是不利于降息的。那就业数据什么时候公布呢？周五要公布非农，现在的预测值的话是 8.3 万。如果这个就业市场还是不错，比较强劲，看出来的值是不是还大于这 8.3？ 如果大于的话，其实还是不利于这个降息。
既然说到宏观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宏观面的话，目前市场上最关注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的决策。从数据上来看，目前美联储在9月加息25基点的概率是56.9%，相较于前2天的65%是有所下降的。九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下降，和近期油价的走低直接相关。因为美国、伊朗、阿曼这一边呢，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计划的话会在明天宣布协议的内容。那这样的一个消息注定是一个利好消息。所以呢，消息一出，石油价格暴跌，美股各方面风险资产迎来暴涨。那油价下跌的话，也会间接导致美国国内通胀数据的降低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清晰法案啊。清晰法案在26年通过的概率的话，持续走低，目前已经降至了20以下啊，那是14%的概率。今天的话已经是8月5日了，距离8月7日只剩下2个工作日。从时间窗口来说，确实通过的概率的话已经不大了。如果说8月7号之前没有通过的话，那只能等到9月份之后，白宫再处理完年度预算，能否第一时间来处理这个清晰法案。链上这一边 BSC 链仍旧非常风光，那 BSC 链上的龙印 Mascoin 总市值的话已经来到6000万美金之上，那包括现在的话都有6200万美金。为什么 Mascoin 在昨天突然之间一根大的阳线呢？就是引来了一波大的拉升，是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币安在昨天发布了一则这样的公告。因为之前 Mascoin 已经上线了币安的阿尔法，很多人就会问，如果我是通过阿尔法买的火星币，我可不可以得到这个分红？那币安在昨天给到了最终的答案，只需要用户平均每月持仓不少于1万的 Mascoin， 那你就可以瓜分到这个奖励的资格，并且是有搭配的每日随机快照以及奖励的计算方法。可以看出币安这次明显放慢了节奏，但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官方指引，就是想要通过 Mascoin 为这种代币化美股，就是 Meme Coin， 让自己家的 BitStonks 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币安去推动这个火星币，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美股代币化系统打广告，更确切的说是给 BitStonks 打广告。那如果我们来看 BitStonks 最新的发展数据啊，在链上的交易量已经超过140亿，合计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5.6亿美金。目前 BitStonks 上活跃的资产数量达到56种。超过21万钱包参与，包括 SK、海力士、美光、善地，他们对应的代币化美股每天在币安上的成交量都超过1000万美金，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币安把火星币推到台前的原因。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20%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20%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30%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Get.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20%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还有一件事，我们认为金钱是一种流动性的能量，当你将财富给予需要的地方，它将化成成千上百的善意回到你身边。所以我们在 QQ 开设了公益群，如果你有任何公益行为，请在进群后无私分享出来，通过我们频道来给你传播，让更多人加入。感谢大家对公益事业的支持。